黄曙光请辞啊，因为大家都很关心我们那个国造潜舰，因为当时看起来都是他在规划、他在负责的哈。那但是这个海测好像一再延宕，延了好几次了啊。那最近马上要进行这个就是说浮在水面上的测验了浮测好像第4次了啊。那潜舰它终于是个潜嘛，要在水下嘛，你浮所有船都会浮啊。那个什么小舟碧潭以前那个小船也可以在水面上浮啊，对不对？要下去才重要嘛。那你能下多深？你下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这个各种这个焊接啊，各种会不会漏水？然后下去上来或者在水里面能多久？黄曙光曾经夸下海口说，因为大家很担心啊，说舰万一下去上不来怎么办？也不是没发生过，然后不多了，全世界也发生过1、2个次这样的例子。黄曙光说，潜舰下沉的时候，我会跟潜舰在一起，意思是说，如果上不来，我一起上不来了，这是豪语啊，对不对？就是我会跟潜舰一起下去。第一次测试我跟他下去，那问题是他现在辞职了，那现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测试，现在搞不清楚那也有人说他是中国时报说他是负政治责任了，但是不是负政治真的不知道了。也有说赖清德好像对他这个不是那么重用现在这个潜舰都交给海军去办了也不在他的手里了那总统府证实说赖清德有慰留他，但是呢未果了还是辞了那他现在什么位置呢？他不是海军司令呢，也不是什么参谋总长，他是国安会的咨询委员。国安会有6个咨询委员，除了他还有一个这个将军退休的。他说因为妈妈快100岁了，想多陪陪妈妈那因为家庭因素那现在大家比较关心这个海空还没有潜航还是要潜所以呢引起大家的关注。你看在这水面上浮航，并没有潜航那另外呢，这个当时2020年的时候，现在已经5年了，蔡英文主持国造潜舰原型舰开工典礼然后在台船高雄厂命名，而且下水然后开始这个2023年泊港测试那在港里然后呢台船董事长也换了3个了所以呢现在麻烦的是海军也换人了，台船建造的也换人了，那到底是怎样然后2025年6月17号的时候呢，是第一次浮在水面的航，看在水面上能不能走那本来现在已经9月底了，马上10月了，11月就要按照合约完成海军交舰，舰要成了，通通测验好了，武器什么都可以了，要交给海军了，只剩下一个多月了那到底交得了交不了？所以现在说可能添变数，可能会有变数那原来的参谋总长李喜明，他也是潜舰出身的，他说呢，海鲲号的作战及操作系统整合有困难什么意思整合就是说他是学机械的我也学机械的就机械的东西最怕是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要整合在一起，每个部分也许都可以运作，整合一起整合不了了，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整合，而且它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厂商买了不同的东西那另外呢，这个黄镇辉前舰长有说了，他说海鲲舰第3次浮航回来以后呢，在干屋停了88天。照理讲，你浮航都已经可以走了，进来稍微有什么问题修一下就可以潜了嘛，在干窝在屋里面88天，所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但是一定有问题吧，否则的话早就去潜航了所以呢月底马上到了，所以要第4次浮航我们看一下。国造潜舰海鲲号最近一次露面是9月2号，传出30号要再做第4次浮航测试，但至今未潜航，让原定11月交舰跳票。推手黄曙光决定以家庭因素请辞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曙光萌生退役的原因，或许是实权今非昔比。蔡政府时期，黄曙光备受重用，但赖政府上任后，实质废除潜舰小组，把海鲲号交由海军负责，双方在推动上有歧见。这些灵魂人物又相继的都退出，不管是台船董事长也好，黄曙光也好，可以显见这里面可能还是有相关的问题存在。
台船公司回应，对黄树光职务变动不清楚，也从未聘任他，也无法说明未来是否聘任。但这波请辞是否也影响后续前舰国造的推动进度？因为除了原型舰交舰延宕，还有7艘量产舰。海鲲号还没交舰，但从建造到海测已经一波三折。赖伟。这个黄曙光走啊，大概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就11月就不可能去交舰了，不可能的，11月不可能的哦。然后你可以看到，到现在月底应该是9月底吧，是吧？第4次9月底已经到了哈，第4次的福航老实讲，明天最后一天嘛，是吧？9月明天最后一天，930本来是9月，所以我们想起来，一般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嘛，就这样福啊，有什么大了不起呢？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前舰长提到的整合的问题，我就想到啊，那时候这个要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啊，他是卫星专家，是 Caltech 就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博士，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要看这个哦，他火箭跟卫星啊，各个2个方面来讲，美国都很厉害，老共也很厉害，可是这2个整合里面来讲的话，那个就问题就会很多，所以这个整合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现在来讲，前舰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它那个整合的问题，它里面有太多东西需要整合，所以这里面来说的话，黄曙光是不是因为一方面赖清德逼他的哦，可能 push 他进度，二方面他可能是大概看起来就没办法交卷，所以就赶快来走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想来补充一下，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双城论坛的事情哦。这个前几天陆委会主委跟副主委来看我，然后呢就特别提到了，因为我在其他场合有骂过，说这个你们主党啊陆委会不要忘了，现在来讲的话，台湾人民63%不满意赖政府的两岸政策，88%希望能够多沟通。换句话说，双城论坛这是非常好的。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交给在你们执政来讲，现在唯一官方可以沟通的，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识形态，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动作在里面，你们应该乐观其成。他说他们也是乐观其成。我说奇怪，你嘴巴讲啊，可是你做的不是啊。你做的后来我这样七嘴八舌再讲一讲。我说那我能不能下一个结论呢？你们是无意的造成阻挡这一次论坛的结果。他说也可以这么讲，因为比有意的阻挡好一点。对了，他不是，他是说他意思是我们是故意阻挡，我是啊，这 MOU 嘛，所以我把它弄清楚了，我替他来修改了。他讲很多，他做很多事情了。我奇怪，那照你这样讲的话，你公开讲，你说我乐见双城论坛这个如期举行，你能不能大声讲？能不能？不能。他当然不要啊，对不对？当然不讲嘛，就很清楚嘛。所以就很清楚，我说，因为这些劳动部也好，经济部也好，他是看你的脸色。陆委会属于国安单位，因为他知道现在赖清德基本上对老公那边、对大陆方面还是非常敌意的。在这种的一个氛围底下，当然就尽量挑毛病嘛。MOU 挑这个毛病，挑毛病，不要忘了，他讲说22号就发证，请问亚太团什么时候要出门？25号要出门，20号发证的时候，那个劳动部的 MOU 还没有书面出来，他嘴巴讲而已，书面还没有。对了，就是两边他原来都是签 MOU 嘛，这次如果不签，而且这个 MOU 还要给大陆也要过，不是你自己你一个就算了，对方有，是双方要看嘛，一个等于是一个备忘录了哈。不过基本上是这样了哈，也不止像你讲的说是看陆委会的脸色，看赖清德的脸色嘛。就是说我常常讲啊，道理很简单啦。你如果真的想台独，你就不想两岸有任何的往来，就这么简单。老死不相往来最好，我才能读嘛。只要你又什么这个交流、文化交流、学术交流、体育交流，什么乱七八糟各种交流、观光交流，那大家都觉得彼此有善意，那读什么呢？所以要读就是坚壁清野，通通不老死不往来。那你赖清德这种想法，不需要讲话了，还需要讲话？你下面的官员都知道嘛。所以呢，能够找麻烦，一定尽量找麻烦，任何细节都找麻烦，免得到时候万一出了事，我要负责啊，我干嘛负责责呢？所以我能够推就推嘛，一定是这样嘛，上有好者，下必有声音者，就这么简单啦。
所以赖委员要他们说我乐观其成，他们才不讲了。他讲什么乐观其成？他根本心里面也不乐观其成，只是呢，你不要怪我就是了。事实上也可能不止他们，每一个官员心里都是这样想，每一个关卡都卡你一下，就是这样嘛。那玉米前见到底怎样？对，我觉得我看到黄曙光辞职这件事情，我还蛮震撼的，因为按照正常的道理来讲，当时在蔡英文时代，所有这个海鲲号潜舰国造这件事情，都由黄曙光一人。就是他不能线太多嘛，都是由他一条线，然后呢掌握整个的进度，然后他也担非常重要的责任。那今天还没有完成那还没有完成，怎么在最后这个关键时刻突然就，而且理由还是家庭因素，不是个人健康因素，还是家庭因素。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里面其实一定有蹊跷。照道理来讲，如果黄曙光的表现很好，获得赖清德的信任。这条线应该走到底嘛，跟赖清德时代一样，跟蔡英文时代一样，应该要让这整个潜舰国造整个海鲲号真的潜下去了。当时黄曙光讲的，他也愿意他可以坐着这个海鲲号，然后真的潜下去，来证明这件事情成功。如果他有雄才大略、很有抱负野心的话，这件事情就做到底，那才是他的功绩啊。现在等于是最后功亏一篑，最后没有成功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那当然现在就有传闻一个是这个赖清德呢，对他好像没有像蔡英文那么百般的信任，所以他的权力在赖清德上来之后呢，他有点被放在旁边，就是没有那么的信任他。所以赖清德政府是希望把这件事不要交给一个人，而是希望回到体制就是说不是。通通让他掌握在手上，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大家可能就是越走越远，觉得不如归去那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万众瞩目我们是希望说潜舰国造，在最后关键时刻，这个最主要的负责的人，然后离开了，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发展，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第二个，我要讲，我们是不是做了太多的这个大内宣就是说，其实潜舰国造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当中的这个困难其实也是非常的多，我们必须务实的看待嘛。但是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的执政，就是一直做宣传从蔡英文时代还没有真正下水，然后就开始一直开记者会，就是一直宣传。前一阵子6月份这个福航第3次的福航也是一直做宣传。但是他真正的问题，你要不要好好的去面对嘛？看起来不是嘛，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总统麻烦听一听现在这一个其他的人的意见了，就是说现在整合到底遇到什么问题，有人已经提出来了，找真的有经验的人，可能原来团队人在整合方面他的专业没有到位，找有能力的人进来再继续协助。另外一个，你也要备案，一方面潜舰国造，一方面如果我们潜舰有需要的话，还有人提出来说我们过去的购买。你可能买不到最新的，但是它是系统很完整的、有功能的，应该还要继续站在我们国家安全的角度上面双轨并进。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整个海岸的这个整体国家安全来讲，可能才是一个好的道路。就黄曙光说如果第一次这个沉下去，他要跟着舰一起沉，我觉得这是好的。这有点像以前经防部一个司令，他怎么验收那个碉堡呢？他是叫厂商进去。然后他开炮打，如果这个碉堡垮了，厂商就死在里面了。你自己说嘛，验什么收？就这么验收不是最简单吗？是这样没错所以他有这种味道，就我跟了这个现在人在，对不对？建成人成，我觉得是不错。问题是搞了半天，对不对？赖清德一定会想你们搞了那么久。你们搞了半天，怎么都还没有一个结果呢？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每次像刚刚玉明讲的，每一次他们只要不下水什么都大肆庆祝那个绿军侧翼在讲，好像我们立刻这个反共必成，老共必亡了好厉害真的潜舰真的成功以后，起码我们放1个礼拜假，我告诉你，举国欢腾来庆祝跟印度一样跟印度一样。你们他只不过在钢屋，什么这钢屋，他下水了，下水以后就开始吹牛。那如果真的那么好的话，那是真的能够成功，那不是该放假庆祝吗？那不过今天联合报还有一个新闻，我看了其实有点难过了所以因为我们的高雄的军港有一个致命的伤害，只有一个出口。说打仗的时候，老共如果把那边围住了，舰就完了，在里面出不了，而且也不够深，所以他们对深度，他们要挖另外一个港所以要等等，搞了很多年了，早就该完工，到现在没完工。而且我在看那个预算，这次是290亿要完的，对，现在已经追到了590亿还没完呢。你们到底怎么做的预算啊？你们到底怎么做的这个施工的规划？我真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是搞一个港都搞这样，那真的打起仗来，作战计划你到底怎么做的？休息再回来。
花莲光复乡洪水到底破口从哪里他们说是2个砂石场跟那个堤防可能是关键这水太多流下来了，堤防有破等等那个是所以造成流到市区里面去了那马太安溪的南侧堤防又破堤所以呢，议长叫张俊张议长说呢，地方早就提出警讯，也没有彻底疏浚，因为你河床高了嘛，河床高以后呢，甚至高过这个路面，就要用堤防来阻挡那所以呢，9河分署应该负第9河川分署啦水利局的第9河川分署应该负全部的责任所以议长的家里好像也被淹了他很生气，说不是没有告诉你们，早就跟你们讲这个很重要，你们都不听那另外呢，有的时候有最怕有时候专家有专家的傲慢，你知道吗？就是说我是专家还是你是专家，我懂还是你懂，对不对？我说没有立即的危险，你们说你们都是为了政治，不理你们，常常会这样但是居住在当地的人，因为这么多年的经验，他也知道到底该怎样那说呢，堤防早已经损坏，是不是这样？水利署澄清说今年7月已经修好了。对了，原来有损坏修好了，但是呢被冲毁，因为溢流量超过设计就是流量超过设计了他现在一定要讲溢流，他不敢讲是溃流了那超过设计，说设计没有要那么大的流量，超过那么流量冲毁，那就显然，如果说还是原来的破口，这个地方补的有问题嘛。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刚刚讲整合也是一样，我原来已经有的堤防，我要这个地方破个洞，我要把地方整合起来，补的跟原来的地方那个接口最麻烦，那地方很容易就被冲破了如果还是原来的口他说呢超过设计，那个地方你就表示你的那个这个所谓粘合度不够紧了那说呢，堰塞湖像它的致命水墙像海啸一样下得非常大了说10分钟里面一切都淹没了幸存者说很多人可能都淹死了，但是他活着说吓死了那另外呢，当时有一个撤离简讯，网络说他这样水位将于上午8到10点发生溢流，所以警戒范围包括万荣乡、光复乡、凤林乡部分区域，请民众疏散或往2楼以上避难，不要靠近马太安溪河道周边。林业署那大家就想说，溢流没什么严重嘛，溢出来而已，它是崩溃，那是千军万马跟溢流出来有多大的差别？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我这一杯水，我是不好表演，我这突然倒出来，跟满出来一点溢流，那差多少？我告诉你，我大概是全台湾第一个。那天上午我就讲，绝对不是溢流。我在我的广播节目讲，怎么溢流？溢流这么一点点流出来有什么了不起啊？而且溢流如果这个没有溃堤的话，有没有这个堰塞湖都没有关系嘛？你水下来本来就会流嘛。当然是这个有问题崩溃了以后，水浪才瞬间大水才会嘛。但是他们还不准要用溃堤当天下午我这边主持节目，这个制作人突然给我看，政府要求所有的节目只能讲溢流，不能说是溃堤。叫我们不能讲溢流，我说乱讲就是溃堤，什么溢流，还规定我们不能讲溃堤，可以这样子干。科学的东西、工程的东西可以让你这样乱扯，因为政治理由，因为要逃避责任，因为农业部长之前说没有立即溃堤的危险，所以他现在不敢讲是溃堤的，他现在都说是溢流，一切都是溢流。那你这样溢流呢，就看不出危险嘛？老百姓接到以后看的，当时居民说，只是溢流溢出来一点2楼避难可以到2楼可以到2楼，所以呢，错误引导嘛，你自己看看，然后中央还要怪地方，怪过来怪过去那农业部长现在怎么讲？我们不需要纠结在名词上，什么溢流啦、溃堤、溃坝都一样，这名词当然不一样，这个人，我问你陈俊基，这个人被杀死了，跟这个人死了，你说有没有差别？一样啊，都死了，差太远了，怎么会没有差别呢？看一下。洪灾过后的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南岸被大片的黑色泥沙覆盖，这里被认为是酿灾的破口，但1500万吨的水到底是从哪里灌进市区？
沙石场区被洪水冲到残破不堪，溪水至今仍不断涌进光复乡。灾民质疑洪灾的破口就是南岸的立泰行和正旺2间沙石场。居民怀疑上游的洪水灌下后，就从下游这2处沙石场的缺口直接冲入光复乡。灾情最严重的佛祖街也靠近这里，成为这回洪灾的最大受灾户。但是这一次，我们特别在灾前，依照我们就把它整个开口底，包括排水路，我们全部把它封堵掉，用太空包我们经过全部封堵掉。光复旧堤防被洪水冲出大洞，花莲县议长张俊前天视察，认为这里是破口之一。从卫星地图来看，新堤防只做到公墓前方，从立泰行到正旺砂石场这一段是旧堤防，新旧不但没有衔接，还有高度落差。但是没有加强，没有补强，没有把这个整个缺口来把它补足，所以造成这一次这个风灾这个堰塞湖溃堤以后。然后把这个正旺砂石场这整个堤防全部冲走，它应该是合体的一个缺口进来，所以你的任何的改造安全上，不能让佛祖街再有其他危险。行政院长卓荣泰28号视察堤防修复进度，水利署力拼3个月内加固堤防，要尽快别再让溪水灌入市区。来，凤馨，这整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误判。然后误判所导致的一个人为灾难，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第一个误判当然就是那个堰塞湖从7月26号形成了之后，其实在立法院已经3度质询，包括了卓荣泰，还有包括了陈俊基，他们都口径一致的说没有立即危险。那陈俊基不断的提说希望等到汛期结束，汛期结束是什么时候？10月之后，就汛期结束之后呢，再来处理这些相关的问题。那没有这种感受到立即的危险的结果是，中央也轻忽了。那你叫居民老百姓怎么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大事呢？它不是只是溃坝而已哦，很重要的是它夹带了大量的土石，它不是水的问题而已，它夹带了大量的土石，这样子冲刷下来的结果，其实在那个刹那，你再想要说我到2楼去啦，或是我要往高处跑啊，我告诉各位，其实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当天早上，其实我看了那个刚好华视它有一个他那天刚好新闻就在那边，就是23号发生的下午不是2点钟的时候开始就是议题了之后，然后接着溃堤嘛，好3点多的时候产生那个灾难。早上的时候呢，那个广播车就是警察啦、广播车啦，就刚好在今天这一个灾区最严重的地方，就在不断的广播、不断的广播、不断的广播、不断的广播，然后告诉所有的人说，你现在都不可以通行了这样子。然后有人就说，哎呀，我从台东来呀，我现在要回台东怎么办？不行，这边完全不能够通行。好，所以用广播来撤离，它不是真正的强制撤离，因为我们知道说强制撤离，它一定要进到屋里头，然后把所有的人都这种千请万请，想尽办法，然后呢各式各样柔性的、硬性的、软性的，然后把人给带到屋外面，然后去到避难的地方。可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准备避难的地方，所以你不可能做这种强制的作为。而在8月的时候，杨柳台风，当时花莲县政府就已经执行过一次的强制撤离，后来没事啊，没事的结果灾民就骂你啦，说你为什么这样子有事没事的把我们给带到那种，就是你想象哈，到一个大操场或者是到一个大的体育馆，然后大家在那边就是排睡袋啊这样子，其实那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然后呢，所有的吃喝拉撒睡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大的不便利，所以人们不愿意撤离，你可以理解。可是如果事情是严重的，大家不会如此轻忽。好，那这一次的这个堤防的问题，这个2个破口。好，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么经济部水利署第9河川局的说法是说，我们这2个地方做得比较松散原因是因为希望让市区的水比较容易排出去，为了让市区排水方便，所以留了一个缺口，是这样吗？我不懂，我在想说，各位，其实，在台北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嘛，所以其实4周大概都有堤防。我还没有看过堤防是这样设计的，可以各设计一个这样子缺口。通常来讲，它都是用抽水的方式，然后把它排出去。那第9河川局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断呢？尤其上面有一个这个堰塞湖的情况下，它为什么还会做这样的判断呢？那
这个立法委员王定宇呢，他就质疑这件事情。他质疑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说，哦，县政府有没有官商勾结哦？那个砂石场哦，如何如何？我建议你不用这样猜测，你可不可以直接去质询监督经济部水利署？因为它是主管机关。我们其实这种大型的河流，主管机关都是经济部水利署，你就质询他们。为什么会留这个破口？那这个破口事前的准备到底是如何？这一次的伤害又是如何？所以农业部因为前面判断没有立即的危险，所以他坚持只准用溢流。我这边公开的说，我到今天为止我还看到所有的电视媒体都用溢流。我不客气的说，媒体作为第四权监督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坚持真相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它就不是溢流，它就是溃坝。你不要因为农业部发一个公文去威胁你，大家都怕了。你知道现在不是说到底是绿媒有多少啦，然后这个中立的这个媒体有多少，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每一个媒体都被 NCC 所钳制，所以没有人敢违逆政府的意识去讲真话。溃坝就是溃坝，如果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的话，媒体就不用当了。好，我们看了这个堤防的破口在这里的，看到没？那这个张议长是说呢，为什么不修？那水利署说呢，7月修了，那现在又看起来又没有了。哦，所以如果我刚刚讲，如果原来就这个地方破，修好又破，修的有问题嘛？修的就是有问题啊！为什么从这边又破了呢？只要从别的地方破，那就要让别论；只要就在这个地方破，当然有问题嘛。哦，刚刚凤青提到台北市哈，因为我做过台北市议员，他们2个也都做过。台北市呢，是因为基隆河淡水河系，包括大汉系、基隆河，反正这一堆，它经常呢，这个水来的时候，它是比市区高，因为它是个盆地嘛。哦，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就建高堤，所以你看都很高的堤防，很可惜你看不到美丽的河景，除非在高楼。所以我们台北叫做高堤政策，它是一个盆地，然后呢高堤，那高堤呢，平常怎么办？平常它就有开个水门嘛，有没有闸门？有没有水门？你可以去停车什么？但是真的到了下雨的，它就要把关起来嘛。没有说搞个堤防给你去，那怎么关啊？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嘛，这不可能嘛！你想也知道，你骗3岁小孩也骗不过嘛，对不对？那好了，那因为高堤了，那盆地啊，那都市里积水怎么办？抽水站抽出去。抽水站把水抽到河里面去，就是这么简单。到底有那么很困难吗？没有。但是抽水站好几次出了问题了。比如我当议员有一次，政大那边淹的好厉害，我就去看他，一看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抽水机被水淹没。我说你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你抽水机不会架高一点啊？所以今天你放在地上干什么？后来现在抽水机都架得比较高，又一次在那个就是这个。圆山，反正这一带了哈，就是这个中山北路圆山这一带，所以因为堵住了，那个过滤器被什么床垫啊、沙发乱丢到，这人也能丢到水沟里面，然后把那个过滤的地方堵住，所以水塞住了，所以那个清淤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换句话说呢，抽水机、抽水站，台北市好几个地方都有嘛，玉成抽水站，这个抽水那个抽水站，地方抽水站就是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你平常一定要好好保养。要演习，不要到时候真的下大雨的时候，你发觉抽水机坏了，那就很惨哦。搜狗百货，张明强原来经营搜狗很好的，就是因为那次淹水，那里台风淹水，抽水机坏了，淹水以后进去以后，百货公司几天没有收入，那后来整个公司现金转不过来，整个百货公司都跑掉了哦，就是那个淹水，就要再回来。